料到，今年电视剧市场真正的王炸，竟然来自一部看似低调的现实主义正剧《我的山海》。在流量至上、IP 泛滥的当下，大多数观众早已习惯被各种营销话题包围，但这部剧却几乎是在无声无息中完成了逆袭。开播初期，它并未掀起太多水花，甚至一度被认为节奏偏慢，不够刺激。然而，随着剧情逐步推进，观众开始自发安利，讨论度呈指数级增长。真正的爆发发生在中后期 ，CVB 收视一路飙升，最终以平均星号 2.226 星号的成绩强势收官，大结局更是冲到星号 2.491 星号的惊人高度。这不仅仅是数字上的胜利，更是观众选择的一次集体表达，他们愿意为优质内容停留，也愿意为真诚创作买单。这种后进型爆款的出现，正在重新定义成功的标准。它不靠话题制造焦虑，也不依赖短期热度，而是用稳定的叙事节奏和真实情感，一点一点积累信任。可以说，我的山海的爆红不是偶然，而是一种被长期忽视的创作价值的回归。当数据与口碑同时站上巅峰，这部剧已经不仅仅是一部作品，而是一种现象。在所有收视成绩中，能够登顶 CCTV8 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层级与含金量。这个频道的观众结构极其复杂，从年轻群体到中老年观众，都对内容有着各自严苛的要求。相比网络平台的算法推荐，这里的每一分收视几乎都代表着观众主动选择的结果。我的山海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脱颖而出，并拿下年度 CVB 第一，说明它实现了一个极其罕见的目标，跨圈层共鸣。年轻观众从中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，中年观众看到了生活的压力与责任，而年长观众则在细腻的情感中找到了共鸣与慰藉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成绩并非昙花一现，而是持续稳定的表现。这意味着它不仅吸引了观众，还成功留住了他们。在如今观众注意力极度分散的时代，这种粘性尤为珍贵。可以说，我的山海的成功不只是赢了一场竞争，更是证明了一件事：真正优质的内容是可以打破年龄、审美和习惯壁垒的。它让行业重新思考，或许观众从未改变，改变的只是我们对他们的误解。在这场收视奇迹背后，谭松韵无疑是最核心的推动力之一。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话题型演员，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，也没有刻意制造的争议，但他却始终拥有一种稳定而持久的吸引力。在我的山海中，他的表演几乎可以用克制而有力量来形容。他没有用夸张的情绪去博取观众注意，而是通过细微的表情变化、语气控制和节奏拿捏，将角色的内心世界一点点展开。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带入情境，甚至产生共情。这种表演方式看似平静，实则极其考验功力，因为它要求演员对角色有足够深刻的理解，同时具备精准的表达能力。谭松韵做到了这一点，也因此让角色拥有了真实的生命感。90后收视女王这个称号，在过去或许还有争议，但如今几乎无人质疑。她用一部又一部作品证明，真正的号召力并不是短期爆红，而是持续稳定的输出优质内容。我的山海只是他实力的又一次集中体现，而不是偶然的巅峰。我的山海最令人惊讶的地方，在于他几乎没有依赖传统意义上的爆点，没有刻意制造的狗血冲突，也没有频繁反转的悬疑设计，但他却让观众一集接一集地追下去。这种吸引力来自于他对真实的极致追求。剧中的每一个情节都像是生活的切片，家庭争执、职场压力、情感纠葛，看似普通，却极具代入感。观众在这些细节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也看到了那些曾经忽视的情绪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部剧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，它不会用理想化的结局去安抚观众，而是让角色在矛盾中成长，在选择中承担后果。这种处理方式使得故事更加立体，也更加真实。当观众不再只是看故事，而是参与到情感体验中，他们自然会被深深吸引。我的山海之所以能让人停不下来，不是因为它多么刺激，而是因为它足够真诚。
真诚本身就是最强的叙事力量。如果说收视是可量化的成功，那么口碑则是更难得的认可。我的山海在各大平台上的评价几乎呈现出一致的正面反馈，这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尤为罕见。观众的评价并不只是停留在好看，而是更深层次的情感表达。有观众表示，这部剧让他们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，也有人说，在某些片段中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。这种情感共鸣远比单纯的娱乐价值更具力量。社交平台上的讨论也从剧情延伸到现实议题，人们开始讨论家庭关系、个人选择、社会压力等话题，而这些正是剧集所触及的核心。可以说，我的山海不仅提供了内容，也激发了思考。当一部作品能够引发持续讨论，并在观众心中留下情感印记，它就已经超越了爆款的范畴，进入了更高层次的文化影响。这种影响是数据无法完全衡量的，却最为持久。很多电视剧在开播时热度极高，但随着剧情推进，观众逐渐流失，最终收视回落。然而，我的山海却走出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轨迹，它的热度是越烧越旺。大结局收视达到2.491，不仅刷新自身纪录，也成为今年的标志性数据。这背后反映的是观众对剧情发展的高度认可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不是因为好奇而观看，而是因为投入而坚持到最后。这种陪伴式追剧的体验在当下并不常见。观众愿意花时间去理解角色，去等待情节发展，这说明作品已经建立起了深层的情感连接。此外，大结局的成功也证明，这部剧在结构和节奏上的把控是精准的。它没有为了制造高潮而牺牲逻辑，也没有为了迎合观众而改变方向，而是始终保持一致的叙事风格。正是这种稳定性，让它在最后实现了真正的封神。我的山海的成功不只是一个个体案例，而是对整个行业的一次冲击。长期以来，市场似乎形成了一种误区，只有高投入、大制作、强营销才能打造爆款。然而，这部剧用事实证明，并非如此。它的成功让制作方重新思考内容本身的重要性。观众并没有降低审美标准，相反，他们在等待更高质量的作品。只要内容足够真诚、扎实，即使没有华丽包装，也依然可以脱颖而出。对于演员而言，这也是一种提醒。流量可以带来短期关注，但无法保证长期认可。只有通过持续稳定的表现，才能真正建立观众信任。谭松韵的表现正是这一点的最佳例证。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，我的山海正在推动行业回归理性。它让人们重新相信内容为王，并不是一句空话，而是一条依然有效的规律。当我们回顾这一年的电视剧市场，我的山海无疑是最耀眼的存在之一。它不仅在数据上取得了顶级成绩，更在情感层面留下了深刻印记。很多作品会随着时间被遗忘，但真正优秀的作品会在观众心中留下长久的回响。我的山海正逐渐展现出这种潜力。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当下的成功，更在于未来的影响。谭松韵也通过这部作品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自我证明。她不仅是受欢迎的演员，更是能够支撑作品质量的核心力量。她的存在让观众对作品产生信任，这是一种极其难得的能力。或许多年以后，当人们再次提起这部剧，不会只记得那些耀眼的数据，而是会想起那些触动人心的瞬间。这才是一部作品真正的巅峰。